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随着魂殿出现的消息传来，萧炎带着美杜莎和紫妍前往出云帝国。他们三人花了4天的时间，才到达出云帝国中心的天毒城。这一路走来，萧炎三人都见识到了出云帝国的混乱，而小医仙一介女流，能在这种混乱之地组建毒宗这种庞大的势力，可见她的手段之强。萧炎等人在天毒城外的一处山峰上等着小医仙前来，望着下方庞大的城市，萧炎赞叹毒宗在出云帝国的地位比炎盟在加玛帝国要高上许多。美杜莎淡淡地说，要是他愿意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，再血洗其余的各大势力，那加玛帝国也将彻底成为炎盟的天下，并且没有人敢有异议。萧炎苦笑一声，这种事他还真做不来。半个小时后，小医仙也终于出现在半空中。他一降落，就连忙冲着萧炎说抱歉，自己来得晚了点。随后他扫向戴着斗篷的美杜莎，说又不是没见过，何必戴个斗篷？难道以为这样便认不出你来？萧炎心中暗叫糟糕，果然下一秒，美杜莎头顶的斗篷对着小医仙狠狠射去。看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互相炮轰对方，萧炎顿时头痛的大喊，让他们都闭嘴，找他们来不是吵架的。等他们俩安静下来后，萧炎问起魂殿的事。小医仙回到出云帝国后，魂殿的人便来找过他。在他离开之时，小医仙留了个心眼，发现了他的行踪。这次魂殿来的人实力并不比小医仙低，原本他们三人联手留下魂殿护法不是什么问题，但有些棘手的是，小医仙发现魂殿的人和出云帝国另一个势力万仙门有些瓜葛。万仙门是出云帝国的一个老牌势力，如果对魂殿的人动手，势必会和万仙门发生冲突。小医仙告诉他们，最近毒宗和万仙门不断发生冲突，这其中就有魂殿的人煽动的原因，所以毒宗决定先发制人，在万仙门还没动手前，直接将他们清除掉。若是以前，不见得能将万仙门拔除，但有了萧炎他们，把握将会大增。美杜莎嘴角一撇，瞧瞧，原来是找你过来当打手的。小医仙脸色顿时冰冷，让美杜莎不要太过分了。她要是觉得是被差遣来毒宗当打手，大可现在就离开。美杜莎刚想呛回去，瞥见萧炎脸上逐渐涌上怒意，只好咽下到嘴的话。萧炎并未发怒，只是平淡地说，他们要是再吵，便自己一个人去找魂殿的人，让他们该干嘛就干嘛去。感受到萧炎的不耐和怒火，美杜莎和小医仙连忙闭嘴，一旁的紫妍顿时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。萧炎让小医仙放心，自己若是不相信他，就不会赶来出云帝国。闻言，小医仙终于松了口气。他说毒宗已经准备了很久，随时可以开动。萧炎问他万仙门的老家伙实力如何。万仙门的老祖名叫谢必言，是一名3星左右的斗宗，他的一身毒功极为狠毒，当年在出云帝国也是凶名赫赫。美杜莎说，他刚成为蛇人族族长时，也和谢必言交过手。当年加玛帝国和出云帝国的强者之争，谢必言可是压过了不少加玛帝国的强者。若是算上魂殿的人，万仙门那边便是2名斗宗，小医仙和美杜莎就能对付。至于万仙门其他的人都不算棘手，萧炎又有能和斗宗对战的底牌，这场交手他们的胜算不小。毒宗早有准备，仅仅3天，他们的人就暗中将万仙门尽数封锁。万仙门的眼线也不少，在有所察觉后，就和毒宗不断激起摩擦。一时间，颇为安静的天蝎山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中。随着双方冲突激化，小医仙也带着毒宗的顶尖强者出现在营地中。除了紫妍之外，萧炎和美杜莎都改变了一下容貌，跟在他的身后。在来的路上，小医仙告诉萧炎，毒宗因为成长得太快，其中众多派系交杂，有一名名为无涯的长老就拉拢了宗内不少强者。当初小医仙下令撤兵时，无涯就是反对的最凶的人。小医仙和毒宗强者商讨出战之事时，才知道毒宗的损失比万仙门还重。无涯脸色有些难看，说毒宗之内有着万仙门的内奸，但他们并没有证据，这次商讨也就不了了之。深夜，萧炎抓住了毒宗内奸向万仙门传信的毒物，为了避免阴沟里翻船，他想着得赶紧告诉小医仙。另一天就是毒宗大举进攻万谢山的日子，随着2大宗门的厮杀展开，双方的强者也陆续冲进去大肆屠杀。萧炎指尖未动，面前几十名万仙门的人凭空燃烧成灰烬。美杜莎缓缓出现在他身后，告诉他毒宗的攻势迅猛，如今已经到了半山腰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抵达万仙门之外。
但万仙门的精锐强者明显没有出手。萧炎让美杜莎尽量隐匿气息，不要被人发现自己真正的实力，等到关键时刻他再出现，这能起到震慑的效果。说到这里，萧炎突然发现紫妍不在。美杜莎无奈地说，紫妍带了一支毒宗的部队冲在了最前面，恐怕他那边会是除了小医仙外最先抵达万仙门的部队。好在目前还没什么斗皇强者出手，他并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万仙门宗门之外，毒宗的人陆续出现，而万仙门的门主谢山也带着一众强者出现。谢山身后有着5名斗皇强者，不过其中有3人似乎都是刚突破到斗皇不久。小医仙瞥了谢山一眼，让他将谢碧炎那个老家伙叫出来。谢山唧唧歪歪地说，小医仙是个小辈，想挑战谢碧炎还差了一筹。小医仙不和他废话，袖袍一挥，一道劈链对着谢山一行人砸去。谢山脸色一变，和他身后的斗皇强者齐齐出手，将这一击抵御了下来。小医仙手印猛地一变，结出千幻毒拳，无数道浓稠的灰色光芒从他体内涌出，朝谢山等人而去。谢山知道他们接不下这一击，但却没有丝毫惊慌。他们的面前，一道苍老的人影诡异浮现，他手中的拐杖狠狠一跺，将无数灰色斗气砸落。一名略有些驼背的白发老者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美杜莎眼神有些凝重，她告诉萧炎，谢碧炎恐怕已经达到了4星斗宗巅峰。萧炎脸色微微一变，当初的云山也顶多是3星斗宗，而美杜莎似乎差不多也就是4星巅峰的实力。谢碧炎扫了一眼小医仙，没想到他真的能清理出云帝国的大多数势力，不过这也正好省了他的事。只要将小医仙收拾了，毒宗自然会改名为万仙门。小医仙下令让毒宗五老结阵，谢碧炎交给他周好。他身后的乌鸦几人迅速分开，结成一个悬疑的阵型。此时的谢碧炎眼中掠过一抹淡淡的嘲讽，下一秒乌鸦手印一变，攻击直接射向背对着他们的小医仙。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小医仙都出现了一丝停滞，5道攻击轰然而至，一道黑影诡异出现在小医仙身后，和他们的攻击狠狠撞击在一起。萧炎也没想到内奸不止1个，而是5个。无涯见突袭无果，眼神怨毒地看了萧炎一眼，就朝着万仙门的方位而去。小医仙手指猛地一动，5道尖锐的劲气爆射。谢碧炎冷哼一声，出现在他们身后。虽然谢碧炎出手了，但那5个人还是有2人当场死亡。谢碧炎脸色阴沉，小医仙当着他的面杀了那2人，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。对待叛徒，小医仙不会有丝毫心软，但他自认对无涯他们不薄。其实无涯很久以前就是万仙门的人，之所以投靠毒宗，不过是想做奸细罢了。小医仙看向谢碧炎，嘲讽他不过是将5个废物拉了过去，又能怎样？谢山阴笑着说，毒宗在斗皇数量上已经比不上万邪门。等小医仙和谢碧炎大战时，毒宗的强者已经被万邪门都清理了。此时毒宗的斗皇只有4人，而万邪门却是有着8位斗皇。不过萧炎和紫妍2人足以抵御住4名斗皇，而美杜莎便潜伏在一旁，等魂殿的人出现才会出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